油都喷光了，整个换掉。OK， 基本上拍片。对啊，不是约下午吗？那现在拍，走。好。那今天要拍什么呢？老板昨天买了一部 A4 R 回来，说是底盘有异音啊，有交代要试车做检查。然后呢，现在去了解，走。要拿钥匙吗？没有啊，你应该有拿吧？没有，我没拿。骗，拿来。好了，给你了。早点拿出来嘛！那你怎么知道我拿？你这么精明，拜托。重点来看一下，这台车其实外观整体来讲都还蛮漂亮的，但是刚回来还没有整理，也还没有检查，那目前也还没有开价。那如果想要知道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那我们看一下车子。你们开场开场，来，中古车水很深啊，没有啦，还没想到，下次再说。那我们带一下车子的画面，再进行试驾。好，直接收带。那这台是12年的奥迪 A4 Avant B8.5 的车型。那 B8.5 我听说只有2个比较太大的问题，就是第一个就是引擎吃机油，第二个就是变速箱的问题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试一下它底盘的异音。如果说真的有这个状况的话，我们会直接去我们配合的车厂做检查。那看是耗材的部分呢，还是车底盘结构的部分有问题，然后我们直接试车 ，Go。那其实它油门踩下去换挡的时候是蛮顺的，它变速箱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试一下转弯的部分，好像有一点哦，对不对 ？OK， 对，它是有一点异音，那张铁好像，但是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，感觉是有跳的声音。在悬吊可能在转弯的时候，车子悬吊重心会不一样嘛，对，然后在悬吊在提的时候，好像有那个声音，但是我觉得应该还好。转，我天哪！哦，他妈转太大力了！有，有可能是传动轴有问题，对，没关系。到时候我们去给翔哥看一下就好。OK， 合作修车厂，那这是翔哥，那他今天会帮我们检查我们车子的状况，做解析。像这台车啊，像这个防尘套啊，要注意它有没有破掉。像这个是稍微有龟裂的，没有导致它破掉。破掉的话会导致它那个沙子跑进去，导致它会磨损，会有间隙，会断掉。要注意。传动轴这个防尘套，还有那个这个方向机的防尘套都有。它这个是三脚架的防尘套，这个也是三脚架的防尘套。所以这东西如果它裂开，就会有异音。裂开不一定有异音，裂开它会导致它那个石头啦、水跑进去，导致它磨损。磨损，对，它会导致它间隙会导致很大的这个爆的声音。这要注意看。所以目前的状况，这里状况都还可以。那我们这台车异音是大概是在哪里？异音就是看它那个什么三脚架还有那个平衡杆，还有那个离子串三脚架都有上三脚架跟下三脚架。间隙啊，看会不会很大的话，有间隙它就有异音了。有间隙就有异音。对。那我们刚才试车试过，在转向的时候会有异音的时候，是在哪一个部分？转向的话，就要看那个转向吹油门的话，就要看那个传动轴。对，传动轴看有没有龟裂龟裂它会导致它里面磨损磨损。对，像这边，像这个就它传动轴，它的防尘套破裂了，
哦，会导致你所说的那个转向，哦，会有异音。所以这应该已经很严重了吧？对，它油都喷光了。哦，油都喷光了。对，都喷出来了啊。哦，对，整个都是油啊。对啊。所以现在的状况已经算最差了吧？对啊，异音都出来了，被磨损了啦。那个和尚头啊。那这个修起来大概要多少钱？修起来啊，那整只换掉要2万。哦，整只换掉要2万哦。对啊。所以。那它之后如果说这个东西都没有发现呢、它之后会有什么危险性吗？危险性就是在路上啊断掉啊，导致它车子没办法行驶。哦，那如果说在加速的时候，单纯加速的时候会有异音呢？加速的时候异音还是抖动？异音就是会有一样会有哒哒哒的声音的话，要看是引擎还是那个引擎角出来的声音。哦，引擎角。对，引擎角导致它震动的声音。哦，这个要检查。好 ，OK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异音就只有这个部分。动作，对，这样更换。OK。那翔哥，那后面的话也是吗？后轮的部分？后轮部分也是啊，像这个上三脚架它的磨损啊什么之类的。上升脚架。对，它导致它有间隙。好，这个要看要注意。所以异音的部分都是从间隙来的。对，间隙，先用目测，还是用那个撬棒下去撬，对，去检查。那避震器会有问题吗？避震也会啊，也会，它会有间隙，也会，像里面漏油啊什么之类啊，像目测看看有没有漏油，去抓。对。所以如果避震器有异音的话，是要整只换掉，还是可以做维修？整只换掉。整只换掉。对。所以我们这台没有整理过的车，应该只有前面的传动轴有问题。对。OK， 好，这样都还好。那我们检查大概到这里。那翔哥，我问你，以上那些胶壳还有三角台这些都是耗材吗？是，都是耗材。哦，那要多久要检查一次？那每次保养的话都要检查。每一次保养都要检查。对，维修人员都要帮我检查，告知，看有没有需要提供换这样。所以，那如果说都没有检查，他发现问题了以后才要修的话，可能就应该很严重了吧？因为它床板伤口，它坏的这个东西你没有换掉，它会导致另外东西跟着开掉。哦，对。那如果发出异音了以后，要马上检查。就马上检查。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检查就先到这里。OK， 我们回到总店。那这台车子呢，就像我们强哥刚才说的，主要原因点就是传动轴漏油。那以底盘的部分来看，我自己在现场看的漏油的状况，其实已经算是蛮严重了。对，那其实一般传动轴，我们讲寿命好了，平均寿命来讲，大概是10万公里左右，需要做检修或者是直接做更换。那这台车子呢，前车主可能我在猜啊，可能是因为要卖车，所以他就没有特别去做更换。那也还好，我们这一次有早一点点发现这个问题。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去做更换的话，日后可能会遇到说卡死，或者是里面没有的状况，那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事故的问题点。对，那我们在这边要提醒各位，如果你有买二手车的人，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有在开车的人，要去注意说，你的保养不要每一次都只换机油芯啊，或者是冷气、水箱这些基本的东西，可能要麻烦你务必请认识的保养厂帮你检修一下底盘间隙的问题。好，那间隙的耗材类别有离子串，还有传动轴、三角台、培林，或者是防尘套，这些都有可能是会造成异音的部分。对，那如果你现在车子就已经有异音了，请拜托马上赶快去检查，小问题赶快排除，不要等到大问题发生了以后才要去花大钱，或者是你已经在路上遇到了一些事故啊、问题啊，
才要去做修理。那这台车子讲真的耗材而已，不多不少，2万块刚刚好，2万块可以解决你安全的疑虑问题。那在这边要提醒各位，这些东西该花的就是要花。那我们这一集就讲到这里，拜拜。哎，你干嘛换衣服？刚才在保修厂内裤都要湿了啊。按内裤湿干嘛换衣服？刚才你就知道我内裤没换了。干，你不是现在在拍吧？对啊。靠背哦。